2026年 ，Meta 計劃花上千億美元買顯卡，幾乎同一段時間，他裁掉了8000個人，差不多是全公司的1成。一邊是給機器囤算力，砸錢砸到要覆蓋大半個曼哈頓，一邊是把活生生的工程師一個一個請出門。很多人看 Meta 這幾年的 AI 會覺得是一地雞毛，一會兒開源，一會兒閉源，高價挖人又留不住人，模型還被抓到刷榜作弊。最近聽說 Meta 最新的智能眼鏡快要上市了，你不能說 Meta 在 AI 行業沒有存在感，但就是覺得它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。其實把鏡頭拉遠一點，我發現這10年裡 Meta 內部有一條主線穩定的嚇人，那就是只要對財報有利，研究理想也好，開發者生態也好，員工的尊嚴也好，全都可以拿來當燃料燒掉。亂是表象，冷才是裡子。今天這期我們來說說 Meta， 看看一家公司是怎麼把自己最強的家底親手一塊一塊拆掉的。先說結論，再倒回去看，Meta 真正的領先從來不是靠某個爆款產品賺來的，而是他早年願意為長線、為人、為開放花錢，又不急着要回報的時候自己長出來的。這期的全部故事就是這套東西被慢慢背叛的過程。我們從頭說，第一站2013年到2022年，這幾年是 Meta 在 AI 上唯一不那麼功利的時期，結果反而是他護城河最深的時期。2013年 ，Meta 成立了研究院 FAIR， 請來图灵獎得主、深度學習的祖師爺之一楊麗坤當掌門，辦成了一個高度自治、可以安心做學術的地方。他不急着把 AI 變成錢，而是先在學術圈把位置坐穩。這種不急着變現，結出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果實，叫 PyTorch。今天你可能沒聽過這個名字，但全世界大約60%的 AI 模型訓練時都跑在它上面。這是什麼概念？整個行業的地基有一大半是 Meta 鋪的，這層統治力沒打一句廣告，也沒直接賺1分錢。記住這個反差， Meta 最值錢的東西是在它不問回報的時候長出來的，而它一旦換上先看回報的眼光，麻煩立刻就來了。最直接的例子是芯片。2022年之前， Meta 的自研芯片主要是為廣告推薦、算法優化的，省電、夠用、能賺錢。可等 ChatGPT 一出來，這種芯片根本扛不住大模型的計算量，它為變現優化的越好，在前沿模型面前就越被動。這就是 Meta 進入 AI 時代的起點，研究家底厚得嚇人，臨場準備卻差了一截。第二站，2023年到2024年，開源封神，但我得先潑盆冷水， Meta 的開源是個事故，不是善意。2023年2月 ，Meta 發了第一代大模型 Llama， 本來只想給學術機構用，結果1周後，有人把完整模型打包成種子，直接傳到了4chan這種匿名論壇上，全網都能下。Meta 雖說第一時間通知論壇刪帖，但是既然有了種子，攔是攔不住的。結果這一漏，反而把整個開源圈點着了。大家發現這個模型的小版本居然能在一台 MacBook 上跑起來，基於它的項目，幾天內冒出一大片。扎克伯格的精明就在後面這一步，既然攔不住，那就順勢把開源做成戰略。Llama 2給了非常寬鬆的免費商用授權，但夾了一條毒丸條款，月活超過7億的公司不能白用。這一條正好把蘋果、谷歌、微軟擋在門外，又把全世界的創業公司拉進自己的生態。你看，這不是分享，這是算計，用別人的繁榮去稀釋對手的壁壘。到2024年的 Llama 3， Meta 已經被捧成了對抗閉源壟斷的白衣騎士。但請你記住一件事，開源對 Meta 來說從來是手段，不是信仰。底層是同一套邏輯，就是什麼對我有利就做什麼的邏輯。所以今天能讓他高舉開源大旗，明天也能讓他把這面旗子收起來。開源社區把他當朋友，他把社區當資源。這個錯位是後面所有翻臉的鑰匙。第三站，人才流失。最諷刺的是，裂縫出現在他最風光的時候，而且裂在最要命的地方，人。寫出第一代 Llama 那篇論文的有14個核心作者，2年之內走了11個，流失率接近80%。這些人不是實習生，而是平均幹了好幾年的中堅，其中好幾個直接去了法國的 Mistral， 回頭就在歐洲正面打 Llama。人為什麼走？因為 Meta 變了，
他開始拿能不能馬上變現這把尺子去量研究，逼着研究員把模型硬塞進 WhatsApp、Instagram。可問題是，這把尺子正是他早年刻意不用，也正因為不用才留住人的那把尺子。連楊麗坤自己最後也走了，他一直不認同單純把模型堆大這條路，覺得那是死胡同。等他離開 Meta 去巴黎自己開實驗室，開局就拿到10億美元融資，資本願意為他的理念掏10個億， Meta 卻容不下他。這個對比已經說明了很多。第4站，2025年，為了財報好看，連誠信都拿去換了。這一年4月 Meta 發了 Llama 4，本來想打個翻身仗，營銷上吹得很響，說自己在權威盲測榜上拿了第2，就差谷歌一點點。結果社區把模型下來一跑，真實排名第32。第2和第32差的不是實力，差的是他偷偷調了一個打榜專用版送上去，專門生成那種又長又熱情又討好評委的回答。後來楊麗坤親口承認，這個成績被動了手腳。我想把這件事的性質說清楚：芯片看走眼是判斷失誤，人才流失是文化失血，但拉瑪4刷榜是誠信失守。一家曾經靠把真東西開源出去贏得信任的公司，現在開始靠把假象提交上去維持排名。他願意拿來換的是自己最稀缺的東西——可信度，換回來的不過是一個能寫進 PPT、能撐住股價、華爾街愛聽的故事罷了。哪個重要？排序已經很清楚了。第5站也是最冷的一站，把員工當燃料。拉瑪4翻車之後，扎克伯格的決定更狠了，組織救不回來，那就用錢買，用人填。他先花了140多億美元拿下數據公司 Scale AI 近1半的股份，主要是為了把他20多歲的創始人 Alexander Wang 挖過來當首席 AI 官，然後到處高價搶人，傳聞有人拿到總包好幾億美元的合同。但這種用錢砸出來的僱傭兵團隊極不穩定，有明星研究員入職幾周就想走，高層只能火線提拔留人，也有人入職數周到數月便閃電離職，重返老東家。更說明問題的是底層員工的處境。Meta 弄了個6000多人的部門，把原本做高級架構的工程師調去出編程題、做測試，給 AI 餵訓練數據，每周還有刷題指標。更過分的是，公司在員工電腦上裝了監控軟件，記錄鼠標和鍵盤，說是為了採集高質量交互數據，最後導致1600多人聯名抗議。把人招進來不是讓他造東西，而是把他每一次點擊、每一次輸入都榨成餵給機器的數據，牛馬燃料。沒有比這更直白的注腳了。壓抑在一次直播全員會上炸開，據 Wired 聽到的錄音，一名員工打斷面向數千人的演講，用髒話痛罵某位高管是個垃圾。關於這個部門，外界吵得很兇，員工說自己簡直就是在集中營，但也有很多旁觀者不買賬，說這些人拿着高薪，做着比以前還輕鬆的活兒，談不上受苦，把這種處境比作集中營，反而顯得矯情。兩邊都有道理，但不管你站哪邊，有一個事實改不了，就是 Meta 為了買顯卡而裁掉的8000個人和留下來被監控、被炸數據的人，都是 Meta 的燃料而已。最後一站，2026年閉源，繞了一大圈 ，Meta 把最後一塊家底也交了出去。2026年4月，他發布了新模型 MuSpark， 這一次他不再開源，完全閉源，只能通過他自己的產品和接口訪問，理由是前沿模型太危險，開源管不住安全。安全是真問題，但這個閉源的時間點精準地踩在了變現節奏上，很難不讓人覺得安全只是個體面的說法。代價是曾經被當朋友的幾億開發者，在不再有用的那一刻就被無情地拉黑了。驅動 Meta 閉源的，我從來都不認為是安全，而是華爾街想看到真金白銀，模型一發布，立刻被塞進那些觸達幾十億用戶的產品裡去變現，一邊裁人，一邊監控，一邊拋棄社區，換來的是一條投資者最愛的曲線。從財報看，這場豪賭贏得漂亮。那我們到底該怎麼看 Meta 這10年？他沒有掉隊，新模型還在第一梯隊，但他丟掉的是那套讓他在 PyTorch 和 Llama 時代不戰而勝的根基。所以這不是一個巨頭在 AI 時代掉隊的故事，這是一個科技之外的故事。一家公司被反覆證明，只要市場肯為冷血買單，它就會一路冷酷到底，而且做得理直氣壯。最後留個思考題，我們總說理想敵不過現實，可 Meta 這個例子更扎心的地方在於，正是他早年那點不那麼現實的理想，才造就了他最硬的護城河。
那當一家公司把理想全換成財報的時候，它到底是變強了，還是把自己將來的命提前花掉了？感謝收聽，下期再見。